排在第一呢是日本啊，负面是88，正面是10啊。这个呢其实不意外啊，因为基本上邻国之间的好感度都不会太高。尤其在过去20年中啊，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直是所有国家中最负面的。其中81%的人啊认为日本与中国外交关系非常差，认为两国是竞争对抗的关系。60%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存在对日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接下来排在日本之后呢是瑞典，瑞典是负面是85%，正面是18%。瑞典排在第二啊，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比较意外，但其实北欧国家都比较重视民主和人权啊。这些年，中国政府啊或者中共政府，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啊，对于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限制和打压，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北欧国家看来啊，其实中国和朝鲜一样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那么继瑞典之后啊，排在第3位的是澳大利亚啊，它的负面看法是83%，正面是21%。尤其在过去的1年当中，澳大利亚人对于中国的反感度可以说是迅速增加，达到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多达86%的澳洲长者呀，他们表示不喜欢中国。虽然对于中国反感度的年轻人只有68%，这个也已经超过了首次调查的一半。在过去1年当中啊，澳洲推动全球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这个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以及贸易反制措施。另外有79%的澳洲受访者对习近平缺乏信心，这个比例较去年增大了25个百分点增幅之大仅次于美国。继澳洲之后排在第4位的是韩国韩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也高达80%，正面是22%。中韩两国在2017年之前关系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后来因为限韩令以及经济方面的报复措施，2017年韩国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可以说是大幅上升高达70%以上。那么在2019年之后呢，又因为新冠疫情以及香港、新疆中国人权不断恶化，时至今日韩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高达80%左右。其中大约3/4的韩国人认为两国的双边关系状况不佳。另外，韩国和日本、澳大利亚一样是对习近平最不信任的国家之一。那么继韩国之后排在第5位的是美国负面是76%正面是20%。在2012年之后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是急转直下约有82%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是持负面的看法。对于中俄的伙伴关系约有62%的美国受访者感到担忧。那么对于中国影响美国的政策感到担忧的有74%另外担忧中国军事力量的有43%。对于中国经济竞争以及对于两岸关系紧张而感到担忧的则各为35%。那么继美国之后排在第6位的是加拿大负面是74%，正面23%。加拿大国民对于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也创了过去20年以来的新高。加拿大曾经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但大部分加拿大人认为现在中国与世界为敌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那么加上之前2名加拿大的公民被中国拘留的事件更让许多加拿大人无法接受。加拿大认为现在中国的司法人权均出现了严重的倒退。那么继加拿大之后排在第7位的是荷兰，负面是72%，正面24%。荷兰对于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率也创了20多年的新高。2005年荷兰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只有35%左右，但是到了去年为止又增加了35%。荷兰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不尊重民众个人自由，对习近平的不信任感高达70%。另外2021年呢，荷兰议会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先确认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国家。继荷兰之后排在第8位的是欧洲的德国，负面是71%，正面21%。其实05年时德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不过是37%左右，但在2020年之后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高达70%左右。另外有78%的德国人对于习近平能否正确处理国际事务表示没有信心受访者认为德国身为欧盟的一员，
与独裁统治的中国是处于制度竞争的关系。继德国之后排在第9位的是亚洲的国家台湾，负面是69%，正面27%。台湾人讨厌中国的理由主要认为是中国欠缺民主体制，人权记录不佳，加上从未放弃武力侵犯台湾在台湾的年轻人当中对于美国的好感度是对于中国好感度的3倍分别为75%对23%。那么最后呢，排在第10位的是欧洲的法国，负面为66%，正面29%。法国的情况与德国情况基本相似，2005年、06年负面看法是最低，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至少比15年前高出20个百分点。约60%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严重。2021年的2月24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勒里安谴责中国对境内的少数民族采取制度性压迫政策。2022年1月2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69票赞成、1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维吾尔族决议案认定并谴责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正在进行种族灭绝政策和反人道罪。那么其实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应该说整体是下降的，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国家它对中国的看法呢依然是正面高于负面的。那么这些国家是哪些国家呢？那排在第4呢是非洲的尼日利亚，大约70%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持负面的只有17%。而且尼日利亚它是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中国的广州黑人也主要有尼日利亚、喀麦隆、南非、刚果居多。而且尼日利亚它是中国在非洲的第1大工程承包市场、第2大出口市场、第2大贸易伙伴国和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2021年呢，中尼贸易额高达256亿美元，这个在非洲国家当中已经是比较高的数字了。那么继尼日利亚之后排在第5的是中东的黎巴嫩，正面是68%，负面22%。这个虽然有些意外但其实在中东国家当中大部分中东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即使以色列也高达60%多。那目前中国是黎巴嫩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那继黎巴嫩之后排在第6位是亚洲的新加坡，正面是64%，负面是34%。新加坡算是东南亚国家当中对中国正面印象比较高的国家之一。那么在新加坡超过8%的人表示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良好，这也包括20%的人就是约1/4的人认为两国关系非常好。这也可能与新加坡它也是以华人为主体群族的国家有一定的关系。那继新加坡之后排在第7的是非洲的肯尼亚，肯尼亚是正面58%，负面25%。虽然现在有迹象显示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但是中肯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中国依旧是肯尼亚的第1大贸易伙伴。肯尼亚也是从中国进口商品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继肯尼亚之后排在第8位的是欧洲的希腊，正面是52%，负面是42%。希腊应该算是欧洲国家当中对中国正面态度比较高的国家，但同时希腊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处于民意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高达40%以上。但这在欧洲国家当中就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成绩。那么排在希腊之后呢是南美的巴西正面是51%，负面27%。巴西呢是南美洲国家当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印象比较高的大国之一。那么两国呢同为金砖国家成员。这些年呢，中巴两国也基本上维持比较友好的外交关系。那么中国于2009年呢已经成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那么在巴西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国家要说明一下，就是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呢在2022年之前呢，其实它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是高达67%甚至是高于新加坡的在俄乌开战之前呢，两国的关系还不错。乌克兰人民对于中国的看法基本是正面的。中国的航母辽宁号它也是从乌克兰购买的。但是在俄乌开战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网民偏向或者支持俄罗斯的态度所以现在乌克兰对于中国的态度很有可能已经是负面高于正面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说一下排在前3名的国家。
排在第3位呢是俄罗斯啊，分别是正面71，负面18。其实前几年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正面看法并不是很高，但是最近这几年呢，由于俄罗斯在国际上被孤立，特别是在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之后，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采取支持或者偏向俄罗斯的立场。那中国现在也算是俄罗斯在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朋友2019年呢，中国双边贸易额是达到了1000亿美元，中国也是连续10年成为俄罗斯的第1贸易伙伴国。那么在俄罗斯之上排在第2位的是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两国于1951年的5月21日建交。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现在也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国家。就是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无论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如何变化，中巴之间的友谊不变。而巴基斯坦政府呢，也称中巴关系是特殊的关系。巴基斯坦人呢，那么形容中巴关系为流着奶与蜜的友谊。中国人也称巴基斯坦为巴铁。那么在巴铁之上排在第1的当然是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其实在中韩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呢，朝鲜和中国关系呢被称作血盟的关系就是军事同盟的关系。那中国呢称中朝关系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虽然没有数据调查结果，但是呢从离开朝鲜或者脱北者的口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朝鲜官方的媒体宣传当中，中国和朝鲜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美国人民和韩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把朝鲜排在第1虽然更多我们是从政府官方宣传的角度，因为在朝鲜大多数人他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也没有信息获取管道的，所以说朝鲜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当然它就是可以代表人民态度。